钟薛高的创始人林胜在4月21号又一次被推上了热搜。他这次说，虽然我被限制了高消费，还是坐了一晚上的绿皮火车才到的北京，但是就算卖红薯，我也要把债还上。这个听起来极具社会责任感的话，却没得到网友的买账。网友戏称，这不是要做红薯刺客吧？因营销而火的钟薛高，最终也因为舆论而翻车。有人说是因为网红品牌很难长久，但我却觉得现在创业者的失败是因为中国40年快速发展，使得人们没有做好经济快速下行的准备。本期视频，我们通过钟薛高6年走过的坑，感受中国快速经济下行给这些创业企业带来了什么。第一坑，高端定位的失误。钟薛高以高端路线和互联网营销兴起，这个曾经被誉为雪糕爱马仕的品牌，从爆火到跌落只用了6年时间。2018年，钟薛高凭借一款售价为66元一片的厄瓜多尔粉钻横空出世，限量2万片，却在1天之内全部售罄。曾经操刀马迭尔和中街翻红的林胜，利用营销优势，成功让钟薛高在一众雪糕品牌中脱颖而出。自媒体平台的广泛宣传，使得平台在推出时吸引了大众的目光，勾起了消费者的品尝兴趣。这也让钟薛高在前期赚足了流量。在创业初期，利用营销手段让大众认识，其实这本无可厚非的事儿。2018年之前，高端的产品路线也还有很大的市场。曾经被誉为营销大师的杜国营，21岁开始创业，花了4年时间成为了亿万富翁。他连续5次创业成功，贝贝家、好记性、一人一本、8848手机，还有现在的小罐茶，一直走的都是高端定位的营销路线。2018年之前，中国还处于高速的发展，高端消费市场及网红产品其实都有很大规模的市场需求。从2015年到2018年，中国消费者在本土的奢侈品消费增长是海外的2倍。2018年，小罐茶的营收是20亿元，成为中国茶叶品牌零售的第1名。但是再厉害的营销大师，也没能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找到出路。根据蓝鲸财经消息，2021年小罐茶营收为10亿左右，对比2018年下滑了50%。3年疫情过后，2022年中国奢侈品品牌市场出现了负增长，消费者趋于理性，牌面高端也不只是从价格来定位。经参谋数据显示，去年5月到8月的雪糕旺季期间，价格在10元左右的梦龙，超过30元的哈根达斯，甚至是60元左右的茅台冰淇淋等贵价雪糕品牌的销量均同比下滑。其中梦龙下滑了42%，哈根达斯同比下滑36%，钟薛高同比下滑10%。相反的是，平价雪糕发展的势头正好，去年6月3元以下的雪糕占比超过70%。同时，在全网雪莲保卫战热潮下，5毛钱一袋的雪莲在7月以来的销量暴涨了199%。另有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发布的《中国冰淇淋雪糕行业趋势报告》显示，去年6月21号到7月20日，3到10元每支的雪糕销量占比61.04%。直到2023年的3月，钟薛高才实质性的推出了3.5元的平价产品。但就高端品牌而言，降价就是毒药，越降越没人买，而且还会让买过的人感觉自己被糊弄了。对于尚未站稳脚跟的高端路线品牌，考虑转移阵地，寻找适合自身生存环境才是出路。第2大坑，大规模扩张导致现金流断裂，抗风险能力差。2018年，第一次拿到融资的钟薛高就几乎把一半的钱重仓在了供应链上。2018年到2020年，3年内完成了4轮融资，最高时候 A 轮融资到了2亿元。因为钟薛高走的路线是线上冻品，供应链物流的成本本来就很高。2020年，钟薛高又首次进入线下渠道，靠着比传统雪糕产品更高的渠道费用，
进入了200多个城市，接近40万冰柜。在进入线下渠道以后，钟薛高开始遇到了重重困难。钟薛高对于供应商的吸引是给予高利润激励，但因为定价太贵，销量也不太乐观。这谈何高利润率啊？资本的钱可没有那么好拿。在国内新消费的投资逻辑中，项目必须在3到5年内跑出来，资本的催促导致很多创业企业动作变形，要迅速扩张做数据，找到下一轮的接盘侠，企业才能继续的生存下来。在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，降本才能让企业底线生存。在面对危急的时候，充足的可支配的现金流是企业活下去的保障。而第3坑，增长与配套不匹配，口碑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通过营销获利的网红品牌，除了通过明星在小红书、抖音、微博这些社交媒体上增加曝光率，还需要不断的制造话题。比如钟薛高与娃哈哈联名出了一款未成年雪糕，与4大国产品牌打造中式雪糕，像海鲜雪糕、燕窝雪糕、揽上瘾雪糕等等。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泸州老窖推出的断片雪糕，还与同样具备网红属性的五芳斋、小米奈雪的茶等等品牌合作。除了实体品牌外，钟薛高跨界领域还延伸到了平台，比如说与天猫推出了发呆雪糕，与盒马鲜生合作车厘子口味的雪糕，与百度进行国潮联合。据不完全统计，3年来钟薛高跨界品牌高达了40多个，平均每月都有一次跨界的联合。话题虽然有了，但高端溢价感没有支撑点，没有被烘托起来，动辄几十元的高价雪糕，受众群体肯定不是所有人。高端雪糕要有高端雪糕的品牌性，价格和服务也要跟得上。但现实是，钟薛高和其他低价雪糕放在了同一冰柜里。不了解的人在结账的时候才发现，一堆平价雪糕里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高价的雪糕，即使出于好奇购买，也没感受到与价格所匹配的特别之处，所以它远远低于了预期。再加上不断爆出的虚假宣传，选用了吐鲁番的核心葡萄种植区特级红提，实际是为散装或者1级，首款顶级陈年干酪构成了虚假宣传，宣传它的棒签达到了婴儿级使用标准，也构成了虚假宣传。宣传中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日本等全球研发机构联合开发，全球仅10台的生产设备制造的内容，也构成了虚假宣传。不加一滴水，纯牛乳香的广告语，产品配料当中明确含有饮用水成分，这一系列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。2022年，钟薛高更是因其生产的一款海盐雪糕在高温下50分钟不化的实验，火上了另一个新高度。尽管钟薛高辟谣高温不化是因为其中添加了健康无害的卡辣椒，但这个解释却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。高端品牌的配套和服务没有感受到，雪糕刺客的标签已经贴上了，再加上因虚假宣传被处罚，对产品质量的质疑，不佳的口碑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去年爆出钟薛高裁员欠薪，被许多家供应商、物流服务商告上法庭，法人林胜被限制高消费，钟薛高走下神坛，有其内部的战略失误，也有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变化。在各种营销手段都失灵、发展理论都无用的情况下，面对经济寒冬，企业的目标从发展壮大变为求生存、活下去。我们只能抱团取暖，降本增效，增加储备，断臂求生。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能做好自己该做的、能做的，谨慎前行。